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公元630年，也就是唐贞观4年的春天，大唐帝国的首都长安花团锦簇，万象更新。大唐芙蓉园内载歌载舞，一片欢乐祥和的气氛。这天晚上，天可汗的继位仪式将要在这里进行。当天上午西域各国的包括安西、大肉支、大院、乌孙、龟兹等5个国家的可汗乘专机抵达了长安。长安人民在机场载歌载舞，欢迎西域各国的可汗来长安参加天可汗的继位仪式。从机场到长安城，他们乘坐的是大唐帝国刚刚研制出来的红旗 L5 牌轿车，每台轿车的价值600万人民币不，600万两白银。到了长安城之后他们一路有宫女随行引路满眼看到的都是大唐的盛世景象。晚宴过后，歌舞表演开始表现大唐盛世文化底蕴的歌舞为每一个嘉宾带来了一种视觉和文化的双重享受。这一幕一直到1400年之后，仍然被后人所流连忘返。各位是不是恍如隔世？5月18号中亚5国国家元首跟中国国家元首在西安举行峰会。我看这电视直播的时候，我真的感觉是梦回大唐盛世再现关于这场峰会国际上的分析也比较多。因为就在同一时间，在日本的广岛举行了西方7个国家首脑会议。这个 G7 会议其来有自已经很多年了。西方最富裕的7个国家每年的政府首脑要凑在一起开个会。今年的会议呢，选在了日本的广岛。这个呢，时间跟中国的中亚5国会议撞齐了。这个地点上呢又非常非常近，所以这2个会本身之间确实有这个互变苗头的意思而这次的西方7国首脑会议呢，还有邀请了泽伦斯基来大家一起商量怎么帮助泽伦斯基打败俄罗斯。美国这次不是给了他 F-16吗？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找来了印度越南这 G20几个其他的穷哥们儿，不包括中国，好像闭门就在商量怎么对付中国的事儿。最后他们说跟中国不能脱钩，因为中国现在毕竟是 GDP 全球第2了嘛，但是要去风险。这所谓的脱风险就是希望中国不要成为全球发展过程中间的风险因素。中国呢听起来肯定是不开心了，什么风险？没有风险，对不对？你们 G7在一起开会，你们过去俄罗斯强大的时候，你们还曾经邀请过俄罗斯，我们现在中国都是俄罗斯他爹了，海参崴我们都要回来了，那你现在还不邀请我们参加？你不邀请算了，我们自己搞，你们搞 G7，我们搞 G6，是吧？我搞中亚5个国家的领导人到这儿西安来开会，所以这2个会之间肯定是互变苗头那么这2个会到底在政治上如何解读国际上都已经解读的差不多了。我今天就来比较一下这2个会的一些细节到底谁输谁赢，谁得分谁失分。我看完之后通篇的感觉，我觉得这中亚5国峰会是完胜。为什么呢？主要是这么几个方面。你首先从接待规格来看，这西方G7这几个国家领导人我看坐在一起这没大没小的，也没有个长幼之序。然后呢，开会的时候也特别随意做工作餐，然后就开始开会了，是吧？但你看中国这接待规模那不一样了。中亚这5个国家的领导人到中国访问一下飞机的红地毯是我见过有史以来最宽的。我猜这5个国家的领导人在整个这次西安之行过程中间没有踏上过西方的土地，全程走的都是红地毯。从飞机下来是红地毯，进城之后也是红地毯，会场上也是红地毯，宴会厅也是红地毯。那你想这规格，最重要的一点，你看到了吗？这中亚这5个国家领导人跟习近平在一起开会的时候你一眼就能看出来谁是老大，谁是小弟。那肯定中国是老大，这几个中亚国家的人都是绿叶，对不对？
但你看西方这7个国家的领导人在一起开会，给人感觉就没大没小。你说拜登是老大吧？你看拜登坐那个位置上，跟泽伦斯基他们几个人就有点类似于我们大学同学聚会，你也分不清现在的职务是什么。那这个就是按照中国人的标准来讲啊，就是长幼无序。我觉得也体现出日本接待方面的不严谨，就没有体现出那种大国俱乐部之间的那样一种等级森严的那种规范。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日本接待过程中间的吃的我也看了，太少。那日本的菜啊，一个人就真的4小盒。这日本人饭量小，大家都知道，你看那满大街没胖子啊。但是你想想，那日料一般的外国人能吃饱吗？中国人普遍吃不饱，更何况美国人、法国人，那马克龙长那么高，你给法国人就吃那1小盒饭，是不是？日本他就不太会待客之道，你知道吧？而且呢，还一边吃饭一边开会，美其名曰叫工作餐，哎，至于吗？是不是？那你看我们中国，那接待这中亚5个国家，那宴会厅，那桌子那气派那讲究。虽然说那个，你看那食材里头那吃的东西啊，比较一般，也是4菜1汤啊，羊肉泡馍啊什么之类的。但你看那器具，那一看皇家风范，橙黄色盖在上面，是吧？当年在杭州 G20的时候就搞的，那震撼世界啊！一看都是皇家气派，高端土气上档次，是吧？然后你看那个宴会桌子前面的那排桌摆，那桌摆有讲究啊。那前面是叫丝绸之路，1000多年前中国的丝绸往中亚5个国家输送的历史。然后之后呢，就是一带一路，你看从丝绸之路到一带一路，这个历史衔接的多么顺滑呀！另外，这5个国家的领导人呢，他们坐在这对面，哎，那都摆着一个自己国家的典型建筑，有的是那个是国徽塔呀，有的是一个那个大转轮呐，等等，匠心独具呀。给每一个国家领导人都服务的妥妥帖帖的。据说这个宴会厅啊，哎，还最后一道菜还请了一个好像中亚哪个国家的厨师现场来做的。你看，尊重了人的习俗。后来啊，人家这场宴会的中方的那厨师在网上都发帖子了，说为了准备这场宴会啊，花了1个多月的时间。你看看这个精心程度。一看这中亚5国这个峰会里头体现的就是大国气派、盛唐景象。那日本呢，就给人感觉好像抠抠搜搜，你知道吧？就是不大方，是吧？你最少让人吃饱嘛，这是第2个方面啊。第3个方面，日本的 G7啊，搞这个会议啊，他怎么说呢？老百姓嘛，在广岛都正常啊，那公园正常开呀，然后景区也正常开呀，老百姓也正常上班啊，没有扰民。这个我觉得就没有体现出对西方国家这些大国领导人聚集在这一起开会的足够的尊重。那你想老百姓都生活如常嘛，什么都没受影响嘛？但中国就不一样了。你要知道，中国为了组织这次中亚峰会啊，首先西安的快递全停了，不送了。其次呢，所有的景区都停了。西安的城墙，过去都知道有个古城墙的公园，老百姓在上面练剑呐，打太极呀，跳广场舞啊，现在通通不让上了，据说是中央警卫局在上面巡逻。其次啊，那些什么兵马俑啊，这些景区全停，包括华山。华山实际上离西安实际上还有2个小时的路程呢，那个地方的景区都停了。那你想想，老百姓肃静是吧？这是重视吗？更何况西安市市区的那些市民呢，凡是就是跟这个高新区相关的单位全部放假，不让上班了，你们回家把这个场子空出来。其次呢，这个会议沿途的这个老百姓啊，居住的场所啊，尽量让大家都出去旅游啊，不要在西安待着。你非得要在西安待着的话，居委会的人要找你家谈，在你家安排一个住家干部。这个我觉得这是中国首创啊！这住家干部呢，住在你们家沙发里看着。你想想，你万一你们这些人要是心情不好，在这搞个狙击步枪呢，那对这个人家是中亚5国的领导人安全是个威胁，是吧？每家每户都派一个住家安全员住在这里头，让大家充分保证这个盛会啊，首脑盛会的顺利召开。还有很多细节呀，比如说这小区里头啊，所有的这个演示屏，
这个大屏幕全部关掉，包括有些小区开车进去的时候，那就不显着车牌号吗？也得关掉。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大屏幕上，如果你要是有人写个反动口号，让这个其他国家元首看到之后，那心里也不爽啊，也不舒服啊，对不对？还有高校里头啊，还有大家登记，有多少部无人机呀？还有什么大喇叭呀？大喇叭也不行，大喇叭你要喊两首口号呢，让人听见了，那也有损国家形象，对不对？那无人机就更可怕了，你看看那乌克兰的无人机，差点没把普京炸死。那如果要是无人机不管的话，那对我国家领导人，那其实也是很大的安全隐患的。所以，中国为了搞这场中亚五国的峰会啊，那基本上是全程翻了个底儿调啊，提前半个月就开始坚壁清野式的准备。西安市的老百姓，那是为了这个盛唐盛会的景象，也是付出了极大的代价。这才体现出对其他国家领导人的足够尊重。你不折腾老百姓，怎么能体现出尊重呢？你老百姓都正常生活，跟没事儿一样，然后你们那几个人就在那开个会，那叫什么尊重啊？对不对？你看古代那个皇帝一出行，一边喊威武，一边喊尊严，老百姓都吓得匍匐在地，是不是？那就体现出这个皇权制度本身的神圣性。我将来准备开脱口秀，我去讲这些，知道吧？咱们接着下来讲正儿八经的分析啊。我个人觉得，在西安搞的这个中亚五国峰会啊，跟这个 G7啊，实际上是两条道路的斗争。一个呢是想要梦回大唐，回到专制的封建王朝；一个呢是走向现代国家的政治道路。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啊，所谓的回到盛唐，你不要认为盛唐景象啊是你想象的那样。其实盛唐时期的老百姓啊，过得苦不堪言。就拿长安城来说，每天晚上天一黑啊，所有的立方的门就关起来了，大街上空无一人。这个时候你要敢跑到大街上啊，直接屁股上打20鞭子。这是唐朝啊，也就是中国古代从秦汉开始一直到唐，实际上历史上到晚上都是实行宵禁的，也就是戒严。所以中国的古代老百姓生活实际上非常惨，哪有什么这个所谓的夜生活呀？所以你不要认为那个大唐盛景跟你有关，没有什么关系。真正的大唐盛世啊，实际上它是专制王权如何争夺资源、如何分配权力的问题。所以呢，在我看来，回到盛唐就意味着回到中国古代的政治逻辑。这个政治逻辑是什么呢？就是作为一个政治的主导者，如何争取到更多的资源，如何争取到更多的权利，如何控制更大的疆域，如何控制更多的国家，万邦来朝，让所有其他的国家领导人都称我为天可汗。那你想想，这面子就赚足了，对不对？我不仅仅能控制自己的子民，其他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在我面前也得听我的，那这可不就是大国风范了吗？这就是中国传统政治的逻辑。但是现代的政治逻辑是什么？是如何实现正义。因为古代啊是君权神授，因为你接受了神的旨意嘛，所以你拥有特权，你可以拥有无上的权利，不受约束，不受监督。但是现代政治是主权在民，所有的政治的运作的根本原则是为了如何正义的、公平的实现公共资源的分配。大家都知道，一个社会中间有不同的社群，有不同的种族，然后呢有不同的阶层，这些阶层我们在一起生活是一个共同体。这个共同体啊，大家每个人都交税，必然涉及到一个公共资源如何分配问题。所谓政治，实际上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公平正义的分配这些公共资源，让每一个生活在这个社群中间的人都不至于有剥夺感，他们的权利都能得到保障。这就是现代政治。为什么G7开会的时候，这些西方国家的领导人呢，就随随便便坐到那儿？因为他们这个国家的政体没有赋予他太多的特权呢。为什么他们不能吃中国那么奢华的宫廷宴？是因为他本就不应该拥有这个特权，他们不过是实现正义过程中间的授权代理人而已。只有古代的君权社会中间，他们才可以享受那种宫廷般的那样一种奢华的那种气场和气派。所以我觉得第一点就是现在梦回大唐实际上是梦回中国的封建王朝，回到封建王朝的政治逻辑。第二，我们中国也经常讲主权在民呢，
西方也讲主权在民呢，怎么区分这个主权在民到底对不对？我觉得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就看这个国家的领导人他到底在行使政权的过程中间是为自己谋福利，还是为普通的老百姓谋福利。谋福利可不仅仅指后宫佳丽3000呢，家财万贯呢。其实对于很多政治人物来说，钱没有意义。比如说老毛一辈子不摸人民币呀，也不看人民币呀，因为钱对他来说没有意义。你想想，这个国家都是他的，这个江山都是他的，他要钱干什么？那林彪也是号称是不摸钱的。凡是一辈子不摸钱的人，那就钱对他没有意义，所有的东西都不需要花钱来买。所以对于这些人，谋取福利跟我们普通人不一样。当然了，人性还是有的，还搞后宫佳丽3000。但是他们来说，很多人是追求历史定位，就一定要追求。你看秦皇汉武，哎，这个唐宗宋祖扫寻风骚，只有我还看今朝，哎，他觉得这才是他在这个中国历史上该有的位置。所以他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为了自己未来有一个丰功伟绩，就跟那乾隆一样，自己在太平盛世没什么事儿了之后就开始瞎折腾，就开始打仗，然后最后自己给自己封了一个十全武功老人，这不就是如此吗？也包括中国古代那些封建帝王，动不动就到泰山上去封禅，为什么？就是让后世记住他，他是一个了不起的君王，就此而已。那你现在你可以看看这中亚5国峰会。搞了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到西安来，不就是营造一个万邦来朝的景象吗？如果要是就是开一个国际会议，有必要搞成这样的排场吗？吃个饭要厨师准备1个多月，那桌子上摆成那么多七七八八的东西，要开会就好好开会。然后你看那桌子了吗？开会的桌子我看见了啊，那桌子跟当年普京啊开会的时候那桌子一样大。我就不明白了，开个会了，明明大家坐在一起，还要通过麦克风才能听到对方说话，至于吗？为什么就不能搞个小桌子，大家彼此就能听见对方的说话呢？是吧？到底是什么样的心理会让人觉得明明在一起开会，还要拉大到彼此必须开麦克风才能听到的那个距离，搞成那么大的桌子才正常呢？这不就是封建帝王的排场思想吗？这不就是给人感觉自己才是大国的那个帝王之相吗？看到这种景象，你会觉得这个国家是主权在民吗？我觉得不会。有人可能不同意我的观点，他说过去国家穷嘛，现在富了，那为什么不能讲讲排场，对吧？也展示我中华之物力。我的观点是，不管是国家穷和富，都不该去讲这个排场，因为作为政治人物，他本就不应该有这个权利。我们选举他们出来的时候，他们的承诺是什么？是为人民服务，给人民群众当公仆。哪个公仆会把自己搞成这样子的，是吧？这个排场到底是为了为人民群众服务的目的，还是为了自己那个封建帝王的思想在作祟呢？所以啊，我经常讲一个笑话，中国的钱呢叫人民币，你不要认为啊你是人民，你就可以到银行去随便拿，你真拿去试试，保证把你抓起来关在监狱里头。这个国家你也不要认为自己是主人，如果你真把自己当主人的时候啊，你就离倒霉不远了。你以为这260亿大手一挥给中亚这5个国家了之后啊，你心疼，你管试试，是吧？你说折算起来，这样就要送外卖，得送多少趟啊？那是人家为了营造万邦来朝，直接就送出去了，你又能怎么着呢？更何况你不要以为富的时候讲排场，穷的时候讲排场，你管得了吗？尼克松1972年访华，虽然尼克松当年是反对社会主义的反共头子啊，中国是共产主义的大本营啊，但是中国对尼克松的访华可是极为重视啊。他们就听到了这美国人喜欢吃海鲜，所以在1971年的12月份，周恩来就下了指示，要求大连的獐子岛在2个月的时间内打捞1000公斤的野生的鲜鲍鱼，送到国务院备用。那你想想，数9寒天，当年的大连海域零下20度的水温呢。后来大连的潜水队就接受了这个命令啊，每天到海里去捞鲍鱼。但是你想想多难捞啊！每天下水之后一无所获，前8天什么都没有见到，一直到第9天才在海水里头发现了鲍鱼。经过2个月的打捞，
终于打捞出来了1500公斤，最后挑出来了1000公斤最大的、个儿好的、健康的送到了国务院。有一种说法，在这个过程中间，一共冻死了3个人，其中最小的一个人只有17岁。这个我在国内的档案没有见到啊，但是周恩来指示大连这个潜水队啊去捞鲍鱼这件事情啊，有档案可查，这个真是确凿无匹。当然了，1972年2月21号这一天，尼克松访华的时候，周恩来的宴席过程中间，给他这个夹菜，2个人也相谈甚欢。但是呢，谁能知道这场宴会背后那些普通人所付出的艰辛？那我又要问了，有这个必要吗？就请尼克松吃顿饭，那些人需要在20度15九寒天的那个气候里去下海捞鲍鱼？那这个国家到底是人民的国家，还是一些特权阶层的国家呢？所以啊，权力的结构不变，跟这个国家穷和富没有关系。你们约束不了这些帝王将相们呢，他为了展示自己呀，所有的权力欲望的时候啊，究竟可以把手伸到什么程度？这就是我今天想讲的，谢谢大家。习近平指出，当今世界100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和地区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